我是被埋了吗？谁埋的我呀？祖宗，生肖小火苗，救我！看。 吓成这样，您干嘛把我放棺材里啊？谁让你自己选了一株毒花？我见你昏迷3日，无力回天，自是要给你个厚葬。哼哼。好了，这棺材只是为了吓吓你，毒我已经给你解了。 我选的是一株有毒的花。您不是说，只有恶人才结毒花吗？可司马鄂，司马娇的妈妈，看起来实在良善。一个人，怎么可能是非黑即白的呢？这区区一朵花，便能定善恶吗？那花为何有毒？死前。 心情平静愉悦，骨珠结灵花；死前痛苦怨恨，结毒花。怪不得。听你的语气，你是看到这花的前身是谁了？他还不知道，我摘下的这朵正是他妈妈骨珠开出来的花。 我要告诉他吗？算了，他现在心情不错，我还是不要揭人伤疤了。没想到，师祖的家族竟遭遇过8大宫的联手封困，面对族人全都葬身火海的仇恨，难怪他要反击那些人。不过这花不是无药可解吗？那我怎么又活过来了？不是还有解毒的花吗？ 哦，原来不是毛与盾，是消消乐呀。那您是怎么辨别这药与毒的？我是司马氏族人，这毒对我天然无效，况且灵火能帮我分辨药与毒。难道您还专门调用了灵火，搞这么大阵仗救我啊？救你还需要灵火？我只需要区别一个甜与苦罢了。 又是毒药。那老板，您还为我做那神农氏，辛辛苦苦便要尝百草。只要我想杀你。 不管你在哪里，你都会死。如果我不想杀你，就算你死了，我也能让你活过来。啊，好一个死去活来！哎，对了，老板，我昏迷这3天里，有没有人来找过我呀？你想让谁找你？那看来就是没有了。 这跟下了飞机没有一条信息有什么差别？什么？没什么。师祖，您看啊，既然已经出山了，您留着我也没有什么用，我在这儿也白吃白住的，要不我就回青谷天吧。青谷天比得上我这里？说比得上，这祖宗又要生气了。老板，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去杀人。可以不去吗？你觉得呢？这是谁呀？这派头比我们几个宫都大，说不定是什么大弟子啊。
哎呀，别去理他。好香啊！你想吃什么就吃吧。那我就不客气啦。老板，您不是说咱们是去杀人吗？怎么带我来团建了？就是大家一起吃吃喝喝。你不是饿了吗？你怎么知道？方才你咽口水的声音吵到我了。所以是因为我馋了，特意带我来吃东西的。谢谢老板。原来祖宗还有体贴细心的人设啊！看来他并不像表面看着那么吓人的嘛。赔钱，赔得起吗？还请息怒。你们这些小小门派，我好像听见我师傅的声音了。天之宫的花宴已经是3生有幸，竟还如此不长眼！放肆！我青谷天再怎么籍籍无名，我师傅也是一派之主，怎容你这般侮辱？白竹，师傅，真的是你？师姐，庭砚徒儿，怎么着？还叫帮手是吧？啊！师傅师弟，这怎么回事？师姐，这天之宫的弟子醉酒，自己撞到师傅身上，弄洒了琼浆玉露，竟污蔑是师傅所为。谁醉酒了？啊？不就10瓶酒吗？我赔你，多少钱？这琼浆玉露值灵石100颗。我分去。满口胡言！你这小小混账弟子，耍我是吧？简直是找死！怎么回事啊？那人谁啊？好高的修为啊！老板，师祖，真的是师祖。我随师父迎慈桑道君出关时曾见过。弟子见过师祖。庭砚徒儿，还不快办！庭砚徒儿，看你顺利出山，为师就放心了。之前见师祖灭了诸多弟子的命灯，为师担心你。如今整个仙府都传师祖对你宠信有加，此话可当真？没有没有，我跟师祖可没有那种风流韵事啊。那师祖为何如此厚待你，竟当众护着你？可能我能给师祖解闷儿。为师只怕你四体不勤，又天资愚钝，拙口笨腮的。师傅，你现在骂人可真够高级的。这万一要是真的触怒了师祖，便灭了命灯，不如还是找机会跟师祖请辞，回青谷天修炼吧。啊！公主。
这贱奴竟想要夺位！究竟是什么东西，竟能炼化公主的内丹？难道你是公主的直系血脉？不会是公主女儿吧？公主女儿？不然，我如何炼化她的内丹？拜见公主！拜见公主！拜见公主！从今日起，阴之宫由我叶入灵掌管。若有不服，尽管来战。弟子不敢。司马娇，你也算是做了一件好事。他真是个奇怪的人，睡觉而已，也值得这人如此痴迷。怎么回事？我就补个觉而已，怎么就被睡了？不知道师祖还要疯到什么时候。这些人对他来说不过是蝼蚁，估计我在他眼里也一样。算了，能活一天是一天。当羡慕一念善恶明辨，多少灵魂遁入一荒野。风一脉，灵火相牵，不见天明，偏与你缠绵。最爱万丈，如大雨滂沱天地间。风月最远，弹指间爱可以幻变。最爱无言，惹波澜一生时光。就算这一世万劫不复，也仍要和你纠缠，生生世世不还。当羡慕一念善恶明辨，多少灵魂遁入一荒野。风一脉，灵火相牵，不见天明，偏与你缠绵。最爱万丈，如大雨滂沱天地间。风月最远，弹指间爱可以幻变。最爱无言，惹波澜一生时光。就算这一世万劫不复，也仍要和你纠缠。这方寸之地，竟囚了我500年。最爱万丈，如大雨滂沱天地间。风月最远，弹指间爱可以幻变。最爱无言，惹波澜一生时光。就算这一世万劫不复，也仍要和你纠缠，生生世世不还。新月夜就要来了，我在这里被关押了500年，修为被压制，
日日遭受折磨。司马娇果然有弱点，此事须得尽快告知公主。且慢，三圣山只进不出，如若我们以死托生，出山传信，难免会引起司马娇怀疑。何况那廖廷彦日日待在中心塔内，我们必须要让廖廷彦离开司马娇，以免破坏新月夜计划。就凭他的修为，还成为不了我们的阻碍。现在是不会，如若他跟随司马娇修炼，我们都不是他的对手。那你的意思是，一箭双雕，金蝉脱壳。惦记司马娇的大有人在，星之宫不就有一个吗？姐姐，你听说了吗？那个四时之宫的弟子廖廷彦，很快就要搬入内殿了。前不久才得到师祖青睐，竟这么快与师祖同住，这个女修到底做了什么事？要是被他抢了先，咱们星之宫可就……哪能由他肆意妄为？我们走。佘兄，看我用我神乎其神的画技，还原出了你的威风凛凛。哎呀，还生气了呢？你相信我，陆林这个人很看重朋友的。下次见面，我替你跟他求求情，他就会把蛇心还给你了。你们想干嘛？你不潜心侍奉师祖，还有闲情逸致在这纳凉作画，这是对师祖不敬。不必与他多说，做正事要紧。我没得罪你们吧？有话好好说，你别动手行不行啊？少废话，姐姐，快！今日我就来替师祖教训一下你。我就想做条咸鱼，这么难吗？他们把廖廷彦抓走，是想利用他来逼我出手。他只是一个魔域奸细，若是能活着助我完成大计，伤便伤了，与我何干？都说过我没所图了。再说，我怎么敢打师祖的主意？山中有那么多人，他凭什么选中了你？一定是你用了什么术法。今天，我就要为师祖清理门户。一个普通的3灵根，怎会如此难对付？姐姐，我们这样强行运功是会损耗元气的。事已至此，顾不了那么多了。你们欺人太甚！这怎么使啊？好疼！成功了，这是我用师祖您帮我提升的修为变出来的。我为你提升修为，你就拿来做这些。这能让你开心啊，不好吗？妹妹，趁现在让我们杀了他，永绝后患。师祖，三圣山岂是你们能撒野的地方？你诈尸啊！你竟然还活着，妹子啊，我是说，
你没死啊？我当然没死，我无意冒犯师祖，师祖只是给我个教训，小惩大戒罢了。我一定会谨遵教诲，日后谨言慎行。师祖今日如何？哦，他呀，不行。老板的八卦怎么能随便说？报告师姑，师祖一切都挺好的。能侍奉师祖是你的荣幸，你好自为之吧。那看来这师祖说杀人是故意吓我呢。这么一说，这师祖怎么一点都不像师祖，像个小学鸡一样？那或许这师祖除了脑子不太好之外，也不是个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就嗜杀的主。他既能替我缓解灵火给我带来的灼烧之痛，若他真的对我毫无贪念，的确能成为一枚好棋子。你去把塔外的结界消了，以这魔域间隙为由，把门打开，老鼠会顺着缝隙溜进来。至少不用上班打卡，睡得好舒服。没水了。这名弟子似乎很得师祖喜爱，能够自由出入中心塔。是啊，不知道他有何特殊之处？难不成只有修为低才能接近师祖？谁知道呢？你怎么还没死？惭愧，我这个人呢比较低调，就还没有遇到危险啊。先前让你在大殿上逃过一劫，算是你命大。你最好别对师祖有什么下作心思，否则你迟早都得死。怎么？哦，你是怕他先你一步，获得师祖的青睐吧？就凭他一个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低等灵根，他也配？低等灵根又如何？难道修为高、出身好，就天生高人一等吗？那是自然，怎么也入了？你出身卑贱，所以跟他惺惺相惜了？我劝你啊，最好再找一个同伴，他的身份比你这个低等灵根还要低。这位同事，这位师姑，你觉得我是个废柴可以，怎么搞起人身攻击了呢？你仗着自己修为高，就欺负能力比你弱的人，是不是气量太小了？满口胡言乱语，果然物以类聚。之前他们那么辱骂你，你都没有反击过，今日怎么愿意帮我出头呀？他们看不上我这个落后分子，我可以理解，但不能借题发挥，拿人的出身说事儿，太过分了。虽然我不能完全听明白你在说什么，不过我听得出来，你没有瞧不起我。你长得这么漂亮，能力又好，我欣赏你还来不及呢。
我的感谢礼物，很甜的，你试试。谢谢。我真的越来越喜欢这儿了，又不用上班打卡，还遇到了好同事。虽然也会碰到那种爱搞职场斗争的内卷狂人，不过只要我不掺和，也能活到大结局。上什么卡？内卷？这些都是什么？我不是很明白。哦，你就当成我们青谷天独特的说话方式好了。哦，这样。你真的对师祖无所求？我这个人没有什么好奇心和好胜心的，我只想舒舒服服的苟住。就是活着，每天一觉睡到自然醒，吃好睡好。真的吗？那些仙门自诩修仙济世，心系苍生，实则个个都暗藏着肮脏的欲望。而你不一样，你虽然受人欺辱，却还能寻得自在，回归本心。我想这山中一定没有第二个弟子能活得有你这般透彻。你这说的是我吗？学到了说话的艺术。不过你不也是庚辰仙府的人吗？你怎么说的自己跟他们不是一路人一样？一路人，异乡人罢了。以后我们就是姐妹了。好。我这次竟然不敲门就能进来了。又要爬楼，不爬行不行？不想死就跟上。这上班路途太艰辛了，没有保障又不给工资，比资本家还黑。以我浅薄的玄幻世界认知，这东西一定十分珍贵。老板，你听到小孩的哭声了吗？你每日过来，给这东西浇水，它一旺盛，我便烦躁，想杀人。你认真的吗？这个花上面顶着火焰，不会浇灭吗？要能浇灭它，也是大功一件。跟我走。哦。本以为来到修仙世界就不用加班了，没想到这里比现实世界还要可怕。我们那里不加班，大不了就丢工作；在三圣山不加班，可是要丢命啊！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呀？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摆脱这个大魔头啊？你在想什么？啊，老板，我在想，你可以去忙别的，我不会偷懒的。你总说老板，究竟何为老板？老板就是我不停给他干活，他不停给我发奖赏的人。那和养牛马有何区别？哎，你这观点不错啊，我们那儿也有类似的说法。
为何不用术法做事？你本就修为不高，才堪堪炼气，而炼气之上还有筑基结丹、元婴化神、炼虚合体、大成渡劫，这辈分也是最低的。兴许是那选人的仙官一时出了差错，才会把这样的选拔机会给你。我修为好像很低，不太会用。之前脑子受伤了，很多事情不记得了。你喝了我的血，如今至少已经达到筑基的境界。我这就已经筑基了。我会魔法了。终于放弃掩饰自己的魔域身份了，多少坦诚了几分。快来！哦，怎么换个世界还是不能躺平啊？别人穿越是天命之女，我穿越是社畜之魂。没钱没假期，还要看老板脸色。以前天天敲键盘，现在天天玩抹布。人生不能摆烂，快乐只少一半，本来就烦。还要和熊孩子斗智斗勇。哎呦！坏蛋，疼死我！我要烧死你！你还会说话？这里还有别的东西吗？暂停暂停啊！修仙世界，火焰会说话也很正常。火苗小朋友，我也是听老板的安排。那个，你多担待哈。好朋友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管你是谁啊！老板的话我得听哈。不好意思啊，师门专业种地的，你且忍忍，我很快。斗不过师祖而已，可你的小屁孩都还是绰绰有余的。感觉身体要被掏空了，怎么修仙世界的幼崽也这么精力旺盛？天天爬着鬼楼梯，累死我了。干的活比牛多，没工资没合同，纯纯压榨。好在老板经常不出现，同时大黑蛇也很好相处。工作对象虽然喜欢吐火，但很好接近。我要烧死你！爱娃太不容易了。我求求你了，不要再教我了，我好难受。我星子都吐不出来了。应该差不多了吧？司马娇说你也是庚辰仙府的弟子，那你下次不许再给我浇水了。我不给你浇水，我老板那儿怎么应付啊？你不是他的女人吗？还需要花心思应付他？我请问你是从哪儿得出这个结论的？他能带到这里的，肯定是他的人。你是女人，就是他的女人，有什么不对？这逻辑鬼才！司马娇，别用那种眼神看着我，用你们的血供养凤山灵火，本就是司马氏的宿命。你别以为将我练出了分身便能摆脱我。我们同生同死，这种命运，你永生永世都别想摆脱。这样看，三圣山这个工作环境还不算太恶劣嘛。唯一不足的就是修真界大家都不吃不喝的，不能点外卖。生活少了不少乐趣啊。初回修为如此高，就未能入选，想必这次选拔定是有人动了手脚。公主息怒，
我们入选之人中有一个名为玉蓉蓉的弟子，修为尚算可用。只要他和进山的弟子能盗得血凝花，为月之宫带来数千年的修为，何乐不为？恭喜公主，暗雪和檀木影入选，在我们的计划之中。未曾想那个奴隶出身的叶入灵，竟也入选了。叶如灵虽不比暗雪，但在魔域来的那批俘虏里，算是最有天赋的。他会是我们的第2重筹码。穆尼生资质出众，定能完成公主的任务。不愧是公主的妹妹。西叶和婉清2位小姐竟一同入选。一旦有了司马家的孩子，我们便能把灵火掌握在自己的手中。到那个时候，只要杀了司马娇，我们便能取而代之，成为这仙府之主。有人吗？嘿，这儿不错哎，地势不高，离中心塔不近，不会有同事来串门。在这儿铺一床厚被子，豪华大床房。哎呀，阳光也这么充足，比我之前租的房子不知道要好多少呢。这个乾坤袋虽然品级不高，但补给日常用途，绰绰有余了。徒儿切记，进入三圣山，不可与人结怨，只管本本分分的做人，事事不强出头。师傅呀，师傅，我不是出不出头的事儿，徒弟我差点出殡了呀。你好能装啊！小小的乾坤袋，大有乾坤，早知道把所有家当都装过来了。这儿还有个胆子更大的。能在暴躁大魔王手里捡回一条命，我可真是福大命大。我说你们魔域费这么大劲送下来的人，除了比常人修为更差，也没看出有何特别之处。这么久还没消息，你只需知道，只有他能杀了司马娇。少公主有空在此处试探我，还不如想想如何利用她体内的蚀骨之毒，早日完成你我之间的约定。没想到我心心念念的度假在这儿补上了。他竟是在睡觉。庚辰仙府如今这些没用的东西，是故意派他来激怒我，还是真的没用到这种地步？完全没发现他是个魔域的奸细。冤枉啊，祖宗！蠢蛇！我怎会因一个区区魔域之人而头疼？
分明是我身体里的灵火在作乱。我倒要看看，他究竟要做些什么。他怎能睡得这么沉？难问。走了。闹钟怎么没响呢？这花还怪奇怪的，晚上还会发光呢。那不是前几天被师祖打飞的妹子吗？不好，玉蓉蓉的本命之火熄灭了。喂！还好，她的魂魄还未散去。公主，我不是嘱咐过你事事小心，怎么这就死了？我死了？我就是看到师祖那里种了好多花，我想摘一朵，然后就到了这里。难道是日月幽潭？月公主，还好，仙府弟子都有一次脱生的机会，你还是早点做准备，送他去脱生吧。1天之内，命灯灭了2盏，师祖下手依旧如此狠绝。师祖怕是还记着昔日的恩怨，会将仇恨转嫁到弟子身上。哼哼。你以为他会在乎这些弟子吗？他心里还记着与八大宫的旧账呢。当初我们的父辈……好难受呀！好难受！师祖，我好难受呀！师祖，师祖，把我身体里的这团火拿出来！师祖，忍一忍，把血放出来就好多了。往日八大宫喝他的血，又让他在三圣山被关了500年，他的仇恨只会与日俱增。师祖对待他们尚且毫不留情，要是有机会直面我们八大宫，恐怕会更加为所欲为啊！殷公主说的对啊，哎，她的意思是说，让我们先下手为强。这。师祖有灵火在身，其实力远超各位。如果此时贸然挑衅师祖，怕是最后也落得一个惨死的下场。如今师祖虽已练出灵火分身，但三圣山封印尚且稳固，师某还恳请各位切勿轻举妄动。
你以为这些弟子为何进山？不过是受了庚辰仙府那些老东西的命令，来涂抹我的血跟命。他们都不敢进山，那个人却大摇大摆地来我这儿放松身心。等会儿，师祖，你在监视我？没有，我是个斜眼，我在看那边。告诉我，你到底是来做什么的？来调整作息，放松身心，简言之，度假。啊？怎么回事？怎么话到嘴边就变了？肯定是这孙子搞的鬼！玄幻世界害我，这里竟然还有真化 buff 这种东西！你不想杀我？不想。你为什么不想杀我？我不过是一条无辜的咸鱼罢了，修为低成这样子，多想不开呀，要杀你！当真如此？不然呢？你是不是有什么被迫害妄想症？脑子有问题啊！我死定了，这个 buff 太害人了。救命啊！到底杀我还是不杀我？给个痛快吧！弟子不敢。这师祖是闭关闭太久，精神出问题了吧？不是。庚辰仙府一开始方向搞错了呀，送什么弟子进来侍奉？我看应该送医生进来给他治脑袋。走开，臭狗子，别舔我！说兄弟，我细胳膊细腿的，你饶了我吧！你吃了我反而塞牙。你想喝这个？早说嘛！您请哈。哦，不好意思啊，是我不太周到。其实说起来，这也算是我清谷天的特产。只要有这青灵竹在啊，就会源源不断的生出青灵叶来。我平常都拿它当奶茶喝，没想到你也好这口啊！这蛇怎么狗里狗气的？能把一条巨蛇养成忠犬，祖宗不愧是祖宗。哎，我这算是又狗了一天。魔异的东西你也敢喝？是嫌活得太久了吗？你只不过是过去吃喝了2回，现在便替他说话了。世人皆贪婪，更何况是魔域之人，不是想夺灵火，就是贪图血凝花。
他只是比旁人更会作为罢了。宁生师姑，择一月之宫的玉蓉蓉消失无踪，连尸体都没找到。这山里又只能进不能出，想回宫都不成了。师祖的脾性，谁也琢磨不透。先别乱。无论如何，我们活下去才是关键。如果我们当中有一人能够得到师祖的垂青，成为师祖娘娘，那我们天之宫便能一举成为八宫之首。司马娇果然如公主所言那般残忍无道，我们必须找出她的弱点，早日杀了她才是。凤山灵火已与司马娇融为一体，如果司马娇死了，灵火也会熄灭。这样一来，整个庚辰仙府就无法生发灵气了。我们如何修道？那血凝花是由灵火吸取司马娇的血长出来的，吃了血凝花和司马娇的血，我们照样能提升修为。你忘了公主说的话了？当年她得罪了司马娇，如若有一天她一个不高兴想要翻旧账，我们都死无葬身之地，还何谈修道？你们叫我来，就是为了商量这件不可能的事情。叶若灵，你别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，别忘了，你的族人还在公主手里。我已经给蛇兄安排上了，希望他今晚不要吵醒我，让我睡个安稳的觉吧。这熟悉的感觉怎么回事儿？修仙之人也会痛经吗？太痛了，越来越疼了。明离不是说，这半生灵能牵引廖廷烨的蚀骨之毒吗？怎么他听到召唤之后，居然毫无反应？这廖廷烨，莫非真的以为攀上了司马娇，就可以摆脱我们的控制了？哼，好，我且看这蚀骨之毒，你还能挺过几回？蠢蛇，你带了个什么回来？他竟然中了魔毒，你为什么想救他？你知道他是来做什么的吗？什么都不知道就把人带到我面前，你想死吗？这毒不过是魔域用来操控傀儡的小伎俩罢了。竟然直接睡着了。
魔族千方百计送进来的，竟是这样的人。看来，他比那些蠢货聪明，不仅没到我面前来找死，还笼络了那条蠢蛇。如此深沉的心机，配得上这张脸。